假期啊，带家人出来玩儿，碰到这个路的发小弯儿，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天呢，我基本上90%啊都是让 FSD 自己带开的。我之所以敢带着家人跟孩子一块出游用它呀，是因为我对它足够的了解。很多人可能会说你太不负责了吧？你带着家人开着自驾就这样跑出去玩，兄弟，就是你了解的那个支架跟这个 FSD 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就国内的所有的支架都涉及了发大跟虚假宣传，真话就是这样，就没有人能区分什么是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智能驾驶辅助驾驶、自动辅助驾驶跟什么 NOV NOC LCC 什么自适应巡航EB，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是你听不懂的，满脑子都懵逼的东西，然后感觉自己文化不够，全是扯淡的东西。他也根本就不可能去跟你讲 L1级别跟 L5级别分别都代表着什么，他不需要跟你解释，他就只需要猛猛的吹厉害就行了。然后加上智能，让你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很高端。你买了以后，你用生命去买单，出事了，然后最多再说一句，你的认知决定你的苦难，没有丝毫同情。我们现在全世界能支架方案就是目前的话比较顶尖的，也就是一个是国外谷歌的一个 Waymo， 就激光雷达方案加高精地图，另外的一个就是特斯拉提出来的纯视觉的端到端。这两个路线的话呢，都可以实现这个自动驾驶，但是 Waymo 的话，它造价非常贵。另外的话，它推动，因为它需要依附高精地图，所以说它要标注，还需要建模，就它推起来非常慢。另外 Waymo 它是商用的，在我们国内的话根本不可能实现，它单台这个车子的造价都达到了$190,000，确实能实现自动驾驶，但仅仅是在它那个高精地图的那个区域内6万公里无接管可以实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提出来的端到端。特斯拉最早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当时几年前提出来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线路那个方向给大家去学，说什么transformer 加 BEV 嘛，还是什么东西我记不清楚了，我也不懂具体的啥指标。当时是老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线路让大家去学。后来呢，老马几年后站出来说，不行，这个方案是不对的，这个方案的话最多能达到 L3，再往后的话就没办法跟进了，对吧？然后我们国内的现在支架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几年前老马讲的这个方案在做。为啥呢？因为这个真正的老马的这个端到端呢，它其实实现的是一个 AI 驾驶，就是它自己会有自己的判断，另外呢需要大量的芯片来做运算，来去给模型去训练。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大量芯片的情况下，很多国产新能源的话，它没有办法去做到像 FID 这么丝滑，因为现在这个方案的话是从北美那边拿过来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已经训练好，它只是把这个模型放到中国以后，它对中国的路标、路况、红绿灯它不熟悉的一个版本的过程。FSD 呢，它目前反正网上说的挺多的，具体来说的话，可能等不到更新了，等不到 OTA 了，要审核，这个审核要多久？不知道呀，对吧？然后反正我是知道是啥，那最早 FSD 刚进入国内的话，铺天盖地的全是骂他的，对不对？真相是啥呢？真相就是你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对吧？领先就领先的不止那么一点两点，真话不好听但是怎么说呢？有些企业他为了卖车呗，他就这样讲，你敢让 FSD 更新吗？你更新个试试看，好吧？对吧？然后讲它64000，既然老马最初能把它定到64000，它也不像加拿大那边定到100加元，也不像我们国内一样，也有可能会定到100人民币一个月，对不对？
那到时候的话会不会天塌了，兄弟？你让别的车子卖，他们怕这一天会到来。所以说他现在给他加班加点去赶，他也不可能赶得上，就这么简单，差距太大了。我看这个视频放出来，就给大家讲这个发夹弯的话，这个你自己老司机你开过，你知道对油门的控制啊、电门的控制，然后你这个弯道，你方向盘打的这个力度，这个都是需要非常那个啥的，都非常需要非常精准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表现，就非常的丝滑，就完全不用担心。你这些小车它过不去，你没办法，它就是会安全嘛。首先是它不会去做那些危险的动作，就在逆向车道呀，我没办法，我最后只有那个啥，我强制超车让他去超，我跟了他好久，但是他超车的过程你也可以看，还是非常的丝滑超他的。那前方摄像头的话，如果能扫到这个路段的话，他自己会判断会超他。如果说他前端是拐弯的地方看不到的话，你即使打转向灯强制他超车，他也会超车，他是自己有自己的判断的，这就是区别，知道？怎么说呢？你们自己看吧。反正我现在感觉这个国内的这个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市场环境像一个就跟那个狼人杀差不多，真的就是来慢。我先给大家表水，我是个好人，我绝对是个好人，我说真话，我是个平民，你们看谁是狼人？好吧，今天就跟大家聊，拜拜拜拜。